我呀，一上高中，14岁失眠，我就上医院看病去，这么年轻，让人医生给轰出来了，说你14岁看什么失眠病啊，就给轰走了。所以我以后就对这个睡眠问题就有特别的重视，后来就一直睡得比较好。有一次，为什么说30年呢？80年代初期，我去德国一批汉学家，也不怎么会聊起睡觉来了。这德国汉学家说：“哎，王蒙先生，你要写一本关于睡眠的书，保证全世界畅销。”那意思就您的命运都会因之而改变。所以我这个题目我存了30年。他是最近呢跟朝阳医院一个睡眠中心的这个主任郭锡恒，是不是？哎。搞了一个这个对话，哎，我不是给王老师的书这个搞植入广告啊，这个有话咱说在前头，因为呢，也可能很多读者看了这本书啊，没有我这种感应，是有可能的啊，而且呢，有一部分失眠，它大概确实是障碍，需要求医的，这个您也别给耽误了。我呀，从王老师这儿得到这个启发呀，是因为这个我跟他有多年的接触。我看他这书就像他在我耳边说话一样，如闻其声。我跟您说，我看这个书，当天下午躺床上就拿了一觉，没看完，哎，没看完就睡着了。对，就看你睡着了，比打针还好看。哎呦，哎，这个我想啊，跟我有同样情况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启发。就是他开始说呀，他说他跟这个医生讲，他说我有一天。我觉得我一夜失眠，但是第二天早上呢，我这老伴儿跟我说：“你打呼噜打了一夜，你什么你失眠呢？”他说：“我明明没睡着啊，一晚上翻来覆去没睡着啊，怎么我老伴儿说我在打呼噜呢？”这个医生就跟他讲说：“据我们的监测呀，实际上你知道这里边有个很玄妙的东西，你睡着了你是没感觉的，你记得的是你没睡着。”所以好多人以为自己一夜失眠呐，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他睡着过，但他睡着了，他不知道啊。你记得的就是你好像一夜都没睡，哎，所以说，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睡意袭来，然后我说我得躺床上看这个书，然后我就看到，我觉得睡眠对一部分人，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个人生观的问题，就是这个王老师讲了。说这个没有失眠这回事儿，你明白吗？就说失眠这个词儿就不应该发明出来。比方说，我跟您举个例子啊，这个你吃顿饭，今天胃口不好，你吃的很少，或者这顿饭吃的很难吃，甚至说一顿饭你就不想吃，你就没吃，你会说你失食吗？跟睡觉一样的人的本能，你有一天没睡好。你怎么能说你失眠呢？甚至于把这个意思再夸大一步，对吧？你就是没睡着，躺那儿也是休息啊。你明白吗？躺那儿也是休息，一个事儿，你干嘛把它想得这么严重呢？我就看到这个地方，我就着了。哎呦，太可爱了！我就心里一宽。自此以后呢？每天就拿王蒙老师的书，对，有的时候还必须这个老师不断的重温，还得天天讲，月讲，有时候又犯那个神经质的毛病，就又必须回忆这个话，就是你别把这当成个事儿。你知道，就是因为我现在看到一些个研究，就是你知道很多失眠者啊，临睡前的状态是什么？紧张是吧？床啊，成了他最害怕的一件事儿。哎呦，到点了，要上床了，焦虑，我困不困？困不困？这怎么办？你知道人在这个时候啊，肾上腺素分泌，人在这个时候唤起了你那个动物本能当中战与逃，就是你是战斗还是逃跑，是临战状态，你知道吗？所以恰恰这是个，你知道吗？这是个圈套，你就更睡不着了，更睡不着。有一部分同意，有一部分同意，有一部分不同意。同意的那部分就是说，其实你的心理暗示对自己很重要。所以很早我们就看过那种案例嘛。他说他去看医生，医生给他开了药，说这是助你睡眠的，现在不叫安眠药，叫那个各种各样的名字。实际上里面很多都是阿司匹林或者是 VC。
它的意思就是安慰剂。但是你感觉我已经吃了药了，我今天肯定能睡着了，你整个人就放松了。我刚才说我不同意的是什么？就是累积问题越多，就不是说你一顿饭你不想吃，它问题不重了，而是说变成了厌食症了。它真的是已经形成问题了。当然，问题之前可能有这种心理原因啊、焦虑原因，但是最后我是觉得已经是需要，不是说你心里放松就可以了，是需要有医术来介入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对，有这种情况。但是北京一个睡眠科的医生告诉我们呢，说他诊治的这个失眠症的病人当中，他认为一半以上是心理原因，也就是说一半以上可以通过这个认知行为疗法来进行这个引导。是，这里头还有一绝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啊，您已经够谦虚的了，我已经够不谦虚的了。但是我觉得这里最绝的还有一条您没说，什么呢？就是原来我有一个助手，这小朋友年轻的多，他给我讲那个更妙。这里的哲学，民间哲学家，哲学很多。嗯，为什么呢？他说呀，他有时候睡不着觉，他认为他是睡着了，梦见自个儿睡不着觉。不是，这个学问就深了。这个和那个庄子，就是我究竟是庄子梦见蝴蝶了，还是蝴蝶做梦梦着成了庄子一样？我这失眠究竟是失眠了，是睡眠应该睡眠的时候失眠了，还是我实际已经睡着了？是由于身心不太舒服，我老觉着我没睡着。还有一个底下就更深了，这个不但是哲学，这是罗素的哲学，这是数学化的哲学。什么呢？零睡眠也是睡眠，哎，就跟零疫情也是疫情一样。所谓睡眠是什么呢？包括着零睡眠。就是说这个也是你不进入睡觉的状态，怎么会失眠呢？是不是？坐这儿咱们哥四个这儿聊天，听明白了。咱们哥四个人在这聊天，谁觉得自个儿是失眠呢？是不是？您那跳舞，您觉得您失眠吗？您跟哥们儿拼酒，您觉得失眠吗？您写论文失眠吗？您点票子，今天收入多，您失眠吗？不会失眠。什么叫失眠？因为你睡着了才失眠，你不睡着怎么会有失眠呢？哎呦，再有一个。失眠是零睡眠，也就是道家讲的这个无是根本。但是无的彻底，就连无都得无了。你你老有个无，就是因为你心里有你才有无啊。说我没钱了，您见过钱，而且您原来说不定还兜里钱挺多，您才会说我没钱。你要从小刚生下来就没见过钱，您会说我没钱吗？不会。这就是佛家讲的，你不要执着于失眠，对呀，甚至连不执着失眠都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于不要执着于不失眠。哎，所以失眠就是睡眠，是睡眠的一种方式。而且我这个刚才是这个，我还有一个我个人的体会啊，我这医学我这外行。要医生听见生气揍我一顿，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这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人的所谓睡着啊，有各种不同的深度，是吧？比如说，就是在失眠的状态下，你眼睛并没有睁着，并没有瞪着眼睛注视什么东西，你眼睛实际上是休息了。你这个呼吸呢，也进入比较平匀。比较缓慢的状态了，你四肢呢和你在发力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也不一样。那么睡不着呢，两条，一条是耳朵里有时候还听到一点声音，我现在听力下降，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心里的那点不愉快，你老停不下来，老觉着又睡不好了，哎呦，白睡觉了，我这病什么时候能治好啊？你就一直这么琢磨着。我说的那个老伴儿的那个一个最重要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不光是呼噜的问题，他说你没睡着哦。我问你一下，我昨天夜里起来几回啊？
没有啊，不知道。我起来3次，你知道吗？不知道。我起来都干什么了？我不知道啊。我出去关了一回窗户，你知道吗？不知道。哎，说咱门响了一下，我过去重新锁了一次门，你知道吗？问完了，真是都不知道。他也是真的。您睡着过？睡着过，就是你这一部分睡着了，就对于比如说对周围的这个发生了什么事儿没睡，可是就是在睡着的时候，你心里仍然有一种焦虑。哎呀，刚才我喝茶喝多了，下回不能临晚上不能喝那么浓的茶了。这种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似醒状态啊！你以为自己是醒着的，是，而实际上他是睡着的，或者叫微醒状态。这个是很能迷惑人的。就比如说，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在黑夜当中，你在没睡着，突然间一个幽灵出现了，跟你说话。其实你是已经睡着了，在梦里梦见的，对不对？对对对。但是呢，你觉得你是在一个清醒状态上看到了这种状态。很多人会这样描述：哎呦，昨天晚上有件什么事情，我闹鬼。其实有一些科学的解释是能够解释王蒙老师的这种现象的。那怎么说？他就说，因为人的睡眠它是有几个层面的。对。几个层面的，王蒙老师那种层面是叫，其实咱们说通俗话叫浅层睡眠。就是你似睡非睡，就是你大脑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一个睡眠。对，它还有一个医学的概念叫什么 REM， 快速眼动睡眠。对，我印象最快速眼动睡眠。哦，眼动。哎，你要观察小，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就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了。小孩睡觉时，你看他眼珠一直在动，就特别快，就是婴儿时期，说明那时候他那个大脑还在剧烈的，大脑在可能像硬盘一样在各种整合，你才开始放松了。所以我觉得他也能解释到，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我晚上睡着了，但是我白天还是觉得怎么打不起精神来。他就是说你进入到那种眼球快速运动的那个睡眠的不够，对，所以你的大脑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是有他的那种神经学，他弄那个电极这种来考察你的脑电波。有这个专门的研究，到这个原始部落，去发现为什么失眠的问题在原始部落里没有，根本就没这个词，甚至对有2个原始部落呀，他这个科学家跟他们讲，他们的语言里没有失眠这个词，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从来没失眠。哎，但是你说他们是多么睡得多久吗？也不一定。就说到这个原始部落里发现呢，平均也就是睡6、7个小时。哎，他们真的是就是说天黑以后平均3.3小时入睡，在天亮的时候，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醒来，这最大限度利用这个日照嘛。所以为什么他们说睡觉以前呢，你就不用看这个屏幕啊，手机屏幕啊，就是这个蓝光呢会使得你的这个兴奋程度降不下来。褪黑素，对，咱俩讲到就是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开始关心人类的起源，我们所有都是跟进化有关系嘛，就包括糖尿病，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糖尿病，也是因为我们的进化习惯于我们要多摄入那种高能量啊、高糖啊这种东西，但是现在我们代谢不了，因为我们治人的时间太短。其实睡眠也是一样，他就说，因为我们远古时期那些都是采集社会嘛，那些人你哪有时间睡个整觉？就是现在就跑出去2小时去采集去打猎，然后回来，就是说睡眠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在远古时期。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也讲就是焦虑？我一想我明天早上要开会，我就必须在白天保持一个高效率，晚上不像古人我是看着大自然，太阳落下来了，星星起来了，我自然就开始睡觉了。我们不行，我们是要告诉明天早上7点钟你要开会，我一到开会的时候我就开始焦虑了，我说我明天早上起不来，越这么想呢，晚上就越睡不着。睡眠被现代性时间所规范，反而导致了各种失眠的这种焦虑。哎，原来没有这种时间规范，又没有钟表，对吧？想躺就躺一会儿，这个草地上、树林底下，那随便躺，随便睡。大可兄，您不是研究这个梦啊？这个什么远古之梦啊，神话传说呀？神话里面呢是这样的，希腊有睡神，有睡神。希腊睡神他的孪生兄弟是死神。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死跟睡没啥区别，睡不过是短暂的死亡而已，对吧？这个死亡是长久的、永恒的睡眠，
他是这样来分的，所以他们是孪生兄弟，他们的共同的母亲是黑暗女神，因为黑夜降临，而且他们都住在冥府，所以都跟死亡有关系。所以睡眠对他们来讲就是一次短暂的死亡。但中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是没有睡神，也没有梦神，希腊还有梦神，有6000个梦神，玩各种各样的梦。为什么那么多的？他们非常发达，梦神。是不同的梦代表不同的意思啊，对，要祈求不同的神。对，但是中国只有周公解梦，没有梦神，周公就算梦神了。而且但中国有床神，名叫席梦思。床神它分床公床母，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它是分对的。床公床母，一个拿着芭蕉叶子，一个拿着这个荷花叶子。一朵荷花所以床都分公母，分公母的。你这个晚上祭拜，你要在床头或者床尾要祭他们，而且还有一个安床仪式，也是很有讲究的。那个中国那个，你看那个黄道吉日里面有这一天宜安床，为什么今天宜安床呢？就这个日子是床神比较高兴的时候。而且呢，这个您讲这个仪式啊，我从王老师那儿还学习一个观点。就说这个对于很多失眠的人来说呀，我这个特别体会，睡觉最后成了个仪式，是啊，成了个仪式，睡觉本身也是仪式，就完蛋了，你知道吗？就是你比如说，我曾经为了这个睡觉啊，我知道现在啊，就这个窗户这个窗帘遮光窗帘纱帘外边再一层帘一丝儿都不能透得出来，你知道，最后你会进入一个神经质，就是啊，看它透光了是吧？就是还吃这一个光，我整天跟那个做窗帘的跟他投诉啊，不行，这就我说100%一丝儿都不能有，你睡不着的人，你看见一线光就不行了，你就盯着它，见不得光，就完，就是你不能把它，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感悟啊，就是说啊，包括对生活里的很多事儿啊。你不能太仔细了，你不能太讲究了，你不能太仪式了，甚至于我给您看2张照片，王老师您关心政治家吗？日本的这个政治家啊，咱一看就知道是谁啊？那个是麻生太郎，对，都睡着了，这哥俩。这是在联合国开会，这哥俩着了。然后你再看日本国会这么多人。全在打盹儿。但是呢，后来我一看呢，这在日本文化里啊，竟然是可理解的。就说你要到日本，据说经常能见到随地睡觉的人，就是在地铁站里，甚至在街上，甚至就有时候就流着哈喇子靠在人肩膀上。但是日本人可以理解这样的人，他们觉得这种现象叫居眠，居住的居，睡眠的眠。那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不是个贬义的，就表明啊，因为过去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曾经有人说日本人好像是不睡觉的，这正是你工作勤奋的表现，因为你太起早贪黑了。你像日本的一个职员，他说他的本职工作就是做到早上上班永远要比社长早到，下班永远要比社长晚走。但是呢，他坐办公室里，社长不叫他的时候呢，他再打个盹儿，大家看到就是这是勤勉的，正常，勤勉的员工啊，勤劳的人，就是说他这个随时随地他能打个盹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对，你讲得好，对吧？你随时可以把很让人羡慕的能力，太让人羡慕了。你说这个人随时随地可以睡着，随时随地可以醒过来，这太了不起了，这就是能力。而且讲那个猫为什么它老那么。猫，你看它就是随时随地可以打盹儿。对啊，那英文不知道什么。我说这是我呢，就有这个本事。你哎呦，这挺让人羡慕的。不好意思，我自夸了一下。对，我必须让你自夸一下，因为我还可以给你打个岔，就跟王老师聊这个睡觉的那个朝阳医院那个睡眠中心这个郭大夫，他自吹不是自吹了啊，他自己说，我真觉得难以相信。他说我曾经在电视台演播厅表演过，他们就接上那个监测仪器嘛。众目睽睽之下的电视台演播厅啊，这儿镜头对着呢，当场睡着，3分钟进入深度睡眠。他这是不是自我催眠呢？不是，他就说他天生睡眠这事儿，人家不在话下。对啊。你讲讲你的。我的是没他这么牛，
但是呢，就至少就是说我今天我睡少一点点啊，我坐在车上，比如说跟朋友带我开车出去，路上也就是1刻钟的时间，马上能这1刻补上了。钟晚上我就睡着了，等到到达我就醒了，那我就偷了1刻钟的时间赚回来了。这种人我都觉得是神仙。哎，但是我也觉得这可以一个天赋长时的间不睡，我最长时间是1个月零20天没有睡，只睡1个钟头，就中午打一会儿盹。可是这会出可能啊毛病的，我觉得。结果后来弄出了高血压，高血压是吧？但是我没有补睡，就是后面不再也没有你先说为什么1个月谁不让你睡？不是不让我睡，我当时在做一本书，就一种完全像打了鸡血一样啊，亢奋状态。亢奋状态，而且它但是持续性的亢哎奋。王老师，这个您像我知道您写小说的时候，那家伙激情四射的。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最高速度一天可以写16000字。那已经算很快了。哎，第二，我因为有那个少年时代睡觉不好的经验，所以我自控能力比较强。即使说是这天兴奋了、高兴了，写到晚上9点了、10点了，我11点我绝对睡，死活我得睡。我睡不着，我不想睡我都得睡，我有一种自控能力。那您这辈子饱经沧桑的，甚至是到新疆去待了16年，是那到新疆睡的就更好了，那氧气好啊，那气候也好，是吧？不是而且都把这些不愉快的事都没有啊，都跟这些咱们这个各民族哥们儿在那儿又神哨又喝酒又唱歌的那个，当然有睡得很不好的时候，这绝对有，但是不严重，因为我不怎么回事，我老不相信会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我觉得咱们反正转一转2圈，就又转回来了，最后是。对，我确实比较乐观。我刚才咱们说那个呀，我又想起这跟文化有点关系。其实中国古书上没有失眠这个词儿啊，是啊，这是54以后的词儿，是吗？咱们回去得研究研究，啊，是不是从外语来的？哪有失眠这词儿啊？说睡不好的林黛玉也睡不好，日语来的。林黛玉的就描写说这一夜什么思来想去。这个一直那个辗转反侧算不算也算辗转反失眠？侧，对啊，就是辗转反侧这些，但从来没说过自个儿失眠。就因为原来啊，我们对睡眠呢，并没有一种医学科学的生理学的一个规范的说法，说人一天应该睡什么8个小时、7个小时。你哪怕你说应该睡5个小时，也有人他认为他不够5个小时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有关系。另外，这个中国的这个哲人呢，大家是吧？这个圣人里头啊，你看这孔子对吃饭特重视，对吃饭的论述啊非常严肃，没论述过睡眠，他哪论述过睡眠呢？没有，是吧？孟子对吃也重视，他甚至于还提出来，就是他的小康社会，就人到70岁以后应该能吃肉。他这标准也太惨点了，70才吃肉，这有点神哨。这个，谁讲过？庄子讲过。庄子叫智人无梦，就你这人做到家了就不做梦。他要求的是什么？深度睡眠。但是无梦本身并不值得提倡，也不存在，也不存在，因为我有亲属啊，有这个忧郁症。忧郁症的一个前期，就是你在忧郁症发作前半年或者1年，就是什么梦都不做了，说明做梦是必要的，对人的心理宣泄是有必要的。就是说你有一部分精神不安的那个东西，你睡，你想摁住它摁不住，你就是睡着了，睡得很深了，你会做这个梦。对，比如说你的梦和这个生理欲望有关，你做就做了，它起码也是一种发泄释放。比如说你这个梦和恐怖有关，恐惧有关，被某某人给吓住了，梦里头你又梦见又是妖怪追，又是什么大刀砸，
哎，你吓得哇哇喊叫，这可以大脑有些情绪给它释放一下，对，表演一遍。就这个你的这个欲望，他原来就弗洛伊德讲，就是他不是一个《梦的解析》这本书嘛，在这个书里面他很清楚，这个梦就是潜意识，也就是你的欲望。那欲望在白天受压抑以后，在睡梦当中，它得到了释放。他这个他解释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很有效。你看这困难时期啊，这个供应的食品比较差的时候，我梦的最多的是吃啊。我呀，说明我这水平也很低，我也没梦见过吃燕包翅，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燕包翅。我梦见吃元宵，我一馋了我就梦见吃元宵。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有真的，你像我记得我有一个梦，他有的时候啊是我做的，我现在成年以后做的大部分的梦啊，我的梦比较弱智，我发现我都直接知道是什么原因。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做一个梦啊，好像那阵儿啊，我跟我们公司的一个领导发生了一些误解，我觉得呢他冤枉我了，但是呢有些情况下也不好去跟他辩白，那你去跟他肯定要做梦啊。然后我就记得我就做一个梦，就好像我是抱着个类似于火箭一样的东西，可以飞啊，这样飞，而且还能自由起降，咵我就降落在他旁边了。然后我就冲他说啊，这事儿你能理解就能理解，你不能理解就算了。对手应真棒。哎，然后自己就调整过来了，是吗？您这梦做完了也更健康了，这心理健康了，释放了。所以你知道，到底人为什么需要睡眠？现在科学界都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我猜，可能啊，我猜啊，跟这个修复和净化对有关。你白天的一些碎片、一些这个垃圾啊，而且你说这个梦呢，它有点深的。所以过去有一个弗洛伊德的学生，这叫荣格，荣格就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200万年的自我。就是说，我们的遗传基因里啊，残存着一些早年，比如说为什么集体无意识特别小的婴儿、小孩如果做梦梦见很多动物，狼虎啊，就早年人类在丛林里的那种这说恐惧太可爱了记忆。对，然后你发现没有，逐渐你到成年以后，你梦见的都是人，梦见的人，你梦里大部分的都是人。所以这就跟你的是你一种现实心理的这么一种修复也好，而且甚至还有人说。就是说啊，为什么你不睡，你就失忆，你就记忆力下降？对，因为呢，你白天接收的所有信息啊，是在睡觉的时候大脑给它找寻意义的。存盘找不到一个意义，不知道归类，不知道整理存在哪儿。要不然你白天看见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些，对，它得分门别类。对，你睡觉的时候，它整理，进行整理。还有一个科学家叫卡尔萨根。他写了一本书叫《伊甸园的飞龙》，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就是说，白天这个脑电波是剧烈的活动，晚上这个脑电波实际上电能它积蓄在那个地方，它需要睡眠来释放它，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啪啪啪。你可以想象这个释放这个电能，使它整个归于平静，然后重新开始通过这个细胞的修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梦不仅仅是潜意识，不仅仅是修复欲望的平复，还有一个是梦是一种预兆，叫梦兆。梦兆。哎呦，这您给我讲讲，还真有预兆吗？我有一个助理，我现在工作室有一个助理，他呢跟我已经几乎是有一点量子纠缠的那感觉，就他只要一做梦，一梦到我，2天以后事情就如他所梦。发生，你怎么解释？这能信吗？正好是梦里发生的事情吗？场景。您这个让我想起，好像法语里有个词儿啊，就是翻译出来叫似曾相识的那个现象。咱们聊着聊着，突然觉得，哎，发生过这个情况好像什么时候经验过？以前可能做梦做过，或者你经历过。这种事我自己没碰见过，但是我在新疆有这种情况，有一个湖南籍的人在新疆也是当老师啊，后来他说。他这个梦见他父母就是有一个去世了，就过了2天，信他刚收到，确实而且就是他做梦的那天。那你到底咱们说这是碰巧了，你也可以这么解释。说这里头有点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了。这又回头说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谈睡眠的少，可是谈梦的太多了。哎，你看那周公个解梦那个，不管是红楼，是水浒，是这个，尤其是三国里头，有什么事都先有梦。对，您信吗？不是，我信的不是说这梦一定跟这个有关系，而是说他这个梦的出现也并不是偶然的，是不是？你比如说这个诸葛亮梦到这个刘备有什么情况呢？那当然是因为他知道刘备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了。如果刘备年轻小伙子正壮着呢，他不会就做这个梦吗？他梦见战争中有失败，这就更正常了。他整天打仗，就是这种梦兆是非常表示他忧虑，非常多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发生。西方有一个叫神秘学的这样一个学科，学科神秘学里面呢有一个分支叫征兆学，征兆学里面又有一个再一个小的分支叫梦兆学。但是我是觉得我是这么一个理解哈。就是说，有些东西就像你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它很多东西是因为你白天你不停地在想这件事情，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但是你的潜意识实际上你一直在牵挂着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人。就像现在有一个比较流传已久的说法，就是说林肯是在被刺杀前2周。说梦见了自己被暗杀，我觉得这也不意外，流传很广。对，我觉得也不意外，就说明那时候的，因为这种矛盾已经尖锐到什么程度，他对可能发生的，这是我的解释啊，他对可能发生的这种冲突啊，这种意外，他已经有所预感，那么可能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梦魇，然后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哈，然后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你还跟我讲过，是你看了我写的那个采访严宝航的女儿，我采访过的上海人，我记得咱们俩还讨论过，我想起来了，你是说相信有一种类似于脑电波或者有一种什么样的？很简单，现在都说是量子，对，物理学现在都试图来。我是觉得是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心病。他一直在想这个事，我是这么一个理解，就是一定啊，这个人心深似海啊。太多不可解释的现象，对的，但不等于说将来不可能有科学的解释。对，只不过我们没有认识到。比方说，你看这个作家最喜欢谈这个人跟人之间信息交流的方式，是可能是非语言的，甚至是非物质的。对，你不要说别的，我这个主持人，你不要做这么多年节目，我有时候就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你好像有一个场，直觉有一个场，你有时候他一个眼神儿，你就是像心电感应一样，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那么现在话讲也是大数据，这种数据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数据，因为你见的人太多了，然后各种表情、各种符号已经在你的这里面已经积累的特别多。而且你知道，经验，它还有2种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说这个潜意识，您讲这罗素啊，好像也是罗素说过。有时候可以让潜意识帮你解决问题，让睡眠帮你解决问题。就是说，他说你要是考虑一个，比如说一个科研项目，或者考虑一个难题，他说有的时候啊，一直这么想下去没有出路，睡觉之前呢，给自己一个暗示，就是让我在睡眠当中啊想一想这件事儿。据说等你一觉醒来，往往有这个有灵感 ，DNA 那个结构。这个据说就是门捷列夫嘛，也是元素周期表嘛，这个也科学史上很著名的。他据说他就是做梦，他就是一边睡一边听隔壁的那个钢琴声。我觉得这个场景也是很容易入睡的。然后听着听着，好像就发生了一种联系。他就觉得这个元素之间好像是在有一种什么联系。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有解这个代数题、几何题。解不开睡觉，就睡觉了，就梦里头就是很快就给他解决了。觉得这是一点都不新鲜。您新鲜的是什么？我说，反正您要是看过我那个小说，就是《活动变人形》里头，就我这个父亲啊，他这个家庭生活之困难，就没法活下去。跟我母亲之间的矛盾，而且我母亲还带着一个守寡的姐姐。还带着一个这个母亲，这个矛盾太大了。但是我父亲他有一个绝招，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大打出手了。已经3个女人和1个男人呢，已经大打出手了。
他进去我把门一关一锁，他这一觉睡去至少5个小时。我天，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我就这么，他就怀着一种抗逆和就是保护，就跟是进了盾这个逃遁，他也是进了一个空间，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说您见过这气睡了的吗？气睡了，哎呦，说得好，气睡了。他气睡，他一睡能睡5、6个小时。比如早晨大出手，把我给吓得家里头发生这样的事儿，然后下午3点多他醒了，醒了以后还挺高兴，自个儿哼着小调，然后就跟没这回事一样。他就跟我说，这辈子为什么能活下来，就靠这一睡。后来他这个遗传基因呢？我有一个孩子，我不能说是谁了，我怕回头人家生气。不是我没有这个气睡，我要再有了这本事，我成妖精了。但是我有一个亲属，也有这种情形，就是说他早晨就跟我吵架，让我呼睡着了，下午4点多才醒，醒了以后问我哟。咱们俩是为什么事儿？咱俩还嚷了一顿呢吗？他忘了。我这种自我保护也不得了。我要真能推广的话，我真想推广这个。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有点什么事儿，您先睡一觉，先睡点再说吧。情绪稳定了再说。这个就是疗愈性睡眠。对了，它能疗愈一切，不仅是肉体，包括。哎，我这个特别认同。我们家里，我觉得我妈妈就跟那个王蒙老师是一个哲学观点哈，就是万事你身体不舒服了，你考试考不好了，你不开心，你先睡觉。万事都是睡觉，睡一觉就好了。太好哎，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太好了。我自己都暗示我自己，哎呀，睡一觉就好了，天亮了，什么都正常了。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一看到太阳出来，好了，病好了。您的这个伟大理论。我早就学习过了，是赫鲁晓夫最喜欢讲这个话啊。他不断的不止一次的讲这话，他做报告，分析这个世界，尤其是抨击美国。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俄罗斯的谚语说：“早晨比晚上清醒。”我相信到明天早晨，美国这位总统会比头天晚上说的话要清醒得多。哎呦，这说让我们寄希望于他好好的睡一觉吧。哎呦，所以这个您这个就您老娘这个，这不但是民哲，也是政哲。是政治家喜欢说这个话。这个我这真的是包治百病的。我跟这个赫鲁晓夫真是深有同感。特别是在线下，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我很需要看看王蒙老师的书，或者听听他说话。它对我有药的作用，因为我吧容易心眼交点我容易心眼窄。专家门诊的费用，对，这都请您做多少回节目？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因为我睡眠比较好嘛，所以我就不会把睡眠当做我的疗愈。我恰恰相反，我喜欢做白日梦。比如说我挑一部好这个惊险的动作片，就是不动脑筋的那种大片，说美国好莱坞的片子看一看，这不白日梦，这也是一种疗愈啊，一种放松，对，也是一种彻尾的放松。所以为什么我老说啊，这个研究睡眠啊，它是研究人生呢？对，就是因为呢，我就说我就是容易心眼窄啊，但是我近些年来发现了，这真是一个情绪的骗局。我觉得这可能对很多朋友有帮助。就是说呀，一件事儿给你造成的打击，没有事实上的严重性。这个是全世界心理学家都有这个分析。你睡一觉就明白了，一切都没有改变呢，你的困境什么都没有改变，为什么你失眠了？就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真是杞人忧天呐，这事儿太大了，天塌下来了，这还了得？你要睡着了，睡着了好多了，第二天还没什么破事儿嘛。我又回到这个科学的道路上了，我都非常明白，我的情绪不好是因为我的睡眠的问题。然后呢，科学就也会来讲，就是如果你睡不好的话，你身体的很多的
这个就等于没有恢复嘛，你的信息的什么，包括你 DNA 的很多的那些碎片没有得到修复，所以你该分泌的一些可能让你兴奋啊，让你感到积极啊这些东西没有分泌出来，所以你整个他不就是讲了吗？如果你连续睡眠不好，你就是得了一种精神疾病，你的症状跟得了精神病或者什么所谓抑郁症是一样的，因为你很多东西被压抑出来了，释放不出来了。没错，你知道，等你睡好了，这些东西就分泌出来了，你就开始高兴了。你知道，我曾经大概有半年多的一个恐惧，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恐惧当中啊？生活在一个我得忧郁症的恐惧当中。而后来我发现呢，跟我那个就失眠大有关系。当然了，就我这没睡着啊，你知道，我都有一种物质性的感觉。对了，我觉得脑子里有那么一丝儿忧伤。哎呀，这个忧伤啊，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呀，就是甚至是没有理由的。然后我就怕，我知道它会长，它长，我就怕啊，会得忧郁症。得忧郁症，到最后我得了一种害怕得忧郁症的忧郁症，负担越来越重。哎，所以恶性循环了，就是。对啊，所以为什么我就说那天我说我看王蒙老师一聊这睡觉，我就这睡着了嘛。当时的感觉啊是心里一宽，对，哎，睡觉就像吃饭一样，哎，是人的本能啊。是，除了某一部分真的是到了疾病的程度，你就像你不吃饭，像有些人说我厌食，当然厌食也有到这个疾病这个范围内的，但是还有很多还没到那个程度的，我就觉得啊，是不是这个词儿是给了很多人的暗示？这个又给我一个启发，一个是睡觉前和睡觉后人的心理状态不一样，因为他生理状态不一样，还有一个。一顿饭前和一顿饭后，我在那个《活动变人形》里头，我写一个人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父亲的缩影。我这个跟我父亲说过，我父亲也完全承认。我说你饭前和饭后啊，人生观啊、世界观、三观是不一样的。巨变。如果这顿饭比较好，吃好了，我在这儿说，我也不算不孝，是吧？哎。如果有个朋友来，而且说请我们，或者请他老人家，到一个就是中上等的，2、3等的，太奢靡的，咱也不去。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就行了。到那儿吃完这烤鸭，而且还有两小杯二锅头。他吃完了回来以后，就开始跟我讲一些乐观的话。说我现在抓专业、抓学问也不晚嘛，是不是啊？我刚52嘛。是不是我好好的做的话，我照样也是，好像我也不是善茬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他那个饭前呢，正在跟我对这个也不满意，对家庭也不满意，我这一辈子我的潜力就没有发挥出来，还都是这个。所以这个您说吃好了得有用，睡好了也有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关于动物这个我也非常有兴趣。您讲到猫是吧？这是一种。还有啊，因为我在新疆农村里头啊，我就问这个维吾尔族老大爷，就我那个家那个房东，我说你这个每天睡觉睡得很少啊，因为他为什么呢？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天不亮他就早早起了，天黑了他才过的，才弄这个农民的关系对他。他说没关系。他说：“老王啊，你这人老了就跟马一样。”他说：“你看猫狗是那么呼呼的睡，尤其是猫那么睡，可是马你看不见它睡觉，但是马走着走着道吧，忽然它眼睛闭上了，对，一边走一边睡，大概是20秒到40秒左右，没有到1分钟的。这个时候你不能动它，它好容易这么歇一下。我这真正赶车的人都知道。”说马的特点是什么呀？马大便不能停车，它大便它有一停，啪就一鞭子，因为你大便对它走路没有任何影响。小便必须停车，为什么？你不它淹到自个儿腿上了，是不是？他得岔开腿，对，允许它小便。对，睡觉的时候根本不能催它，必须能睡好了。40秒可以睡，4分钟你都不能催它。因为他根本就不睡的一个主，但是他也说明什么呢？就是动物把它当本能的时候吧，它没有规范，无所谓，也没有说什么没有时间表，到看着表要到什么几点应该睡了。
睡够几个小时了，这都是人给人自个儿找的。是您甭说动物，人也有类似的案例。这个上过电视的，就是有一个农妇啊，号称40年没睡觉。对，到北京求医来了嘛，这40年没睡觉。后来在我们睡眠中心大夫，他们现在都有那个专门监控，就发现非常奇怪，就是你从视频上看，他是睁着眼睛，可是呢，那个监测仪器的曲线显示他进入了睡眠。后来就发现，因为她老公都觉得，就说我这老婆40年在村里有名的，这也神了，就从来不睡觉。说她后来医生得出结论呢，说她实际上是什么呢？经常睡睡醒醒，醒醒睡睡，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她睁着眼睛，但是她在睡觉。甚至跟你还在说话。对，但是她自己觉得我40年没睡觉啊，对，半夜里经常乱转悠啊。大脑已经进入到睡眠的那种状态，是这个意思吧？哎，你像当年红军长征，那真有那样的记载啊。那老红军就扛着枪行着军就在睡觉啊。就我经常碰到有的朋友，这个喝酒，喝着他就其实睡着了，你还跟他说话，他还回答你，你这个怎么了，对吧？这个其实他举例也好，他这个语言的系统啊没有完全睡着啊，可是他其他的都睡着，都关掉了，哎，他都关了，你以为他都关了，就那电门呢都关了。胳膊腿儿什么的，哎，这个我还真有半梦半醒之间呢。不，你别说这个，我还是真有体验，而且我发现不是个例。我跟很多就是有了小孩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朋友他不认字的时候，他特别喜欢你给他讲故事。很多大人就是吃完中午饭要哄孩子睡觉了吧，给小孩讲童话故事。我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就是你嘴还在这读着，你大脑已经开始都做梦了，然后突然晃了一下，我还在给这读什么小松鼠要怎么样，然后突然又打了一个盹儿。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案，后来问了很多人，他说都是这样，就嘴里面还在跟孩子嘚还在讲，然后其实你说都已经一个梦都过去了。但是反过来，我还有另外一个体验，就是人在累极的时候。你睡的那个觉，我觉得1分钟都相当于正常睡觉的，恨不得1个小时，就补了10分钟觉。哎呦，真是觉得又充上电了，这一下午又精神，比你平时睡好几个小时都好用，因为他身体已经极度就像电池耗尽了一样，就是吧？你知道，充上了。就是曾经有一个传说，说那个著名球星那个 C 罗，说他 C 罗呢，他身边的这个什么的技师啊还是教练呢，就是说，就经常他睡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就把他叫醒。就据说这样的这个分段这个多段睡眠怎么有助于他恢复？但是后来王老师这个请教的那位医生说，那纯属瞎掰是吧？对，这样是最不好的，深度睡眠打扰是最不合适的。不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啊，我不知道啊，医学上人家怎么说。要我说，我就给他起名叫自由睡眠，就是自个儿也不用一定想到睡眠。那这一类的情况太多了。哎，说行军的时候啊，这个是最爱说的，说大家都在那儿行着军，然后说，行了2个多小时了，3个小时了，然后说，立正就到地儿了，谁也不到地儿，第一排啊，这领导在那儿站住，他就站住了，然后后边是嘣撞前面，就在睡着了，然后他后面嘣撞他，一撞出100多人去，然后知道到地儿了。所以他可以一边走着一边睡觉。对，我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我睡着了，没掉下来。我睡着了，起码1秒钟。我说这叫什么？来回晃，这太危险。哎，所以我说他是有一种就是自由睡眠，或者他一部分器官他睡着了。哎，王蒙老师我就觉得这是睡觉的最佳状态，就你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实际上反过来，我就觉得现代社会就是因为我们想什么时候睡不能什么时候睡。我开车的时候都经历过您说的，就打了一个盹儿，那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现在就讲美国，他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睡眠？他就说因为睡眠造成的问题给车祸不得了，车祸各种问题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失啊。因为我还碰到过这种情形，就在新疆南疆，夜里头。我呀搭便车，搭人家一个拉货的货车，我当然他又省钱又舒服又干什么，也没有就不可能有人挤你。我坐在司机旁边，可这司机半夜里走到3点4点了，说老王，我得睡觉了。我说你怎么睡觉啊？他把车停在旁边，他自个儿往车底下一钻。
我还以为边开边睡呢。他不用，彻底一算。哎，所以人呢，这人他活着啊，他有活着的办法，是吧？睡觉他必然有睡觉的办法，真的，是吧？他比吃容易得多呀。吃您没有可吃的东西，您说您地上捡俩石子吃行吗？那玩意儿。这个呢，一个是生活所迫啊，就是生活他的工作环境决定了他的睡眠时间是什么样的。还有一种是先天的，有的人一天只睡3个小时，你见过没有？不是。他只需要睡3个小时。你要最理想的，人家当然咱们这都不是理想的。对，咱们要认为你要真正让医生说胡说八道，那样睡觉行吗？那么睡觉都非得病不可，必须晚上每天10点至11点就睡觉。他医学是这样的。其实人的个体的这个差异非常大，他遗传基因，有的人就是我见过好几个朋友，一天最多睡4个小时。他绝对第二天精神抖擞，长期以来多少年都是这样。可是我们拿破仑就是这样，我们都要睡起码7个小时到8个小时。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从王老师这儿得到这个启发，就是说啊，哎，你不要把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搞成问题，对，你也不要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就是太奢侈了。你今天社会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不失眠啊。大部分的人，我要叫我说2类，一类是不想睡，他熬着，对吧？一类呢是不能睡。我再给你看看，有个德国摄影师啊，在中国大地上拍了上万张照片，就是这个，你再看下一张，就是您说在车轱辘底下，哎，这位德国摄影师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千万随时随地都能睡着的人。就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原因。哎呦，说得真好，说得好吧？好。实际上，很多人因为工作，因为这个老板，因为种种的压力，他是欲睡而不得呀。这有几方面的，这也有几方面。一个是我们还是要执行这劳动保护法，劳动保护法是不是不能搞996，你不能太。王老师政治觉悟高，必须得先这样啊。没错，不过你不能太过了，是吧？因为就是你属下的工作人员表现得再好，你也不要滥用，要保护，要爱惜民力。对，你得这个以民为主，这是一面。另外呢，从一个人长期来说，你那个那么一阵子那么猛一下子是可以的。您要现在让我85了再那么猛呢，那就是走向反面了，彻底的睡眠。但是您像大可老师刚才讲的，我就跟你们作家有关系，我也就问你，比如说巴尔扎克，对，一天50杯咖啡，对，他还要自己调那个最刺激的那个什么土耳其咖啡，50杯咖啡创作完了他的这个人间喜剧。对，哎，那您说对这种行为是应该提倡还是应该反对呢？这问题是这样。如果他是巴尔扎克，他再有什么行为，您就都说好吧。我跟您说，行为赶上巴尔扎克了，身体也赶不上，创作也赶不上，这您哪方面都赶不上的，有人夸你吗？你说这个，这真的跟他喝咖啡过量。咖啡中毒，睡眠不足，好像长期睡眠不足。巴尔扎克活了多久？51哦，而且是有很多的，好像是说是心血管病吧，我记得是高血压。当然这个也很难说。所以我说这是人生观的问题嘛，价值观的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对吧？那有些人，你像，哎，我今天还看见一个人讲啊，就是说鼓励青年奋斗的，大概意思是现在何必着急睡觉，死后自可长眠之类的。就是说，这也算一绝。就是说你现在你就应该加班加点儿，你就应该熬夜，等到你事业有成了，那个时候你再休息吗？随便睡吧，是吗？可是我的亲身经验啊，我就可以批驳这个观点啊。我现在想，我这个失眠，这个紊乱呢，大约有一个起始点，就是在早10年前吧，我做一个法制节目，一个叫什么拍案的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做得太狠了，就是1个星期2天，我记得很清楚，熬2天夜。因为熬2天夜，你以为你第3天回去呼呼大睡吗？不会的。当你48小时不睡着的时候，回去也睡不着，回去就要吃安眠药。我恍惚记得
就是从那几年开始，我这个没有正常过。这就是所谓的你年轻的时候熬，你以为中老年你能休息吗？他付出代价。对啊，他付出代价付在后头啊。因为这种严重的不规律，实际上导致你的整个生理紊乱。所以呢，幸亏碰到这么一个大救星。不是，我是觉得现代医学的说的那些规律规范都是正确的，但是呢，在你某些情况下不能完全按那个走，我们也得承认，随时的一些不规范的睡眠、不规范的休息、自由休息，对人也是很大的保护。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啊，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启发，就超出了睡眠之外。我觉得就是什么，这个词语，你看你们都是做文字工作的，对，词语这个东西啊，也像神，也像魔，对，它太厉害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不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对，一个概念就可能坑了你一个心理，对吧？你一定不能相信失眠那俩字儿。你就把自个儿一下子就解放了。王老师说他连厌食这俩字儿都讨厌，我都讨厌，当然讨厌了。我有很多讨厌的词儿，我跟你说。您说说啊，别，咱们的过去都说过呀。啊，剩女是最不是人话了。对，说这种话的人都应该掌嘴。我跟你说，这个不能，人家也是人，是不是？你这个很多这一类的侮辱妇女的，侮辱什么的，那都带有侮辱性的残疾性侮辱，这个职业性侮辱是太多了，就包括你这叫人残废，这残疾好不好？对吧？好一点嘛。对，就是所以这个词语有的时候真的是视障就比较瞎子好听的很多呀。哎，是不是？智力障碍就比较弱智好听。弱智啊，什么脑残，你这不更是骂人吗？这骂街了都骂。不过文涛，你刚才讲这，我确实也有一个感受，就是也比较认同你。你看你到了国外，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这一点尤其突出，就是他稍微有一些，比如说孩子或者是大人，他跟可能大部分的人不一样，他就会给你一个定义。你看你到美国的很多。咱们叫什么多动症，他们叫注意力障碍，什么注意力缺陷障碍症，他给你好多的，就是，然后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有点政治正确的，就是不让你觉得这是一种病，这是一种生理上被保护的，这就是你的一个正当性。你看还有什么阅读障碍，然后稍微跟正常人不一样，他就会给你一个定义。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他们也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但反过来，我是非常同意王蒙老师另外一个观点，我觉得跟我妈妈也一样，就是说不要被这些给你暗示什么这个障碍那个障碍。我妈妈就说，你就把它放在脑后就没事了，不要老想着你失眠了，这个什么注意力缺陷障碍，我有阅读障碍。如果你真的被诊断为阅读障碍，你可能就会觉得，那我就是有毛病了，我就是什么事情我都做不了了。我觉得那一代人可能就是说，我要用我的这种意志，我要用我强大的一个意志，一个积极的东西来忽略掉他们的影响。所以我就说啊，就说这个，我现在就是真实的，我所谓说治好了是失眠，也不是，只不过我得到了一个思想，就把它放下。就是说啊，你就把自个儿扔床上得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对了，其实就像你说的，睡着也是睡着，睡不着还是休息。对，今天没睡好，明天不就睡好了吗？明天睡不好，后天还睡不好吗？就是你别把这当成个事儿。所以一个人自己呀，首先不要把自己处在这个窘境下，你不是在窘境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要用一个枷锁困住你自己，而且有的时候词语言本身就是枷锁，害己也害人，对吧？所以咱们谢谢王老师给我们这么大的启发。谢谢。是这个乐天派。发现呢。现代社会为什么失眠问题很严重呢？因为要上班。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之所以你觉得失眠，是因为你早上8点多你起来上班，很多人是这个吗？我只要第二天早上有课，晚上就睡不好了。对，假如你不生活，你工作不规律，不是自由上班者，到最后你有什么睡着睡不着的？对，反正你不能一直睁着眼吧。现在对于睡眠有一个定义，真的像，所以文道有知识，你知道吗？就是
现在专业的睡眠问题的定义是什么？什么人类一定要睡8个小时，这都是不科学的。就是说，所谓睡眠症，你的失眠症，你达到失眠病态的失眠叫什么呢？叫你因为睡眠不足而感到痛苦，而直接影响到了你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你认为它影响到了你，破坏到了你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这个是诊断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呀，睡眠这件事儿呢，它是法无定法的。对，说拿破仑睡4个小时，您不管睡多少小时，您不管什么时候睡，只要你觉得你能正常工作，你第二天你清醒，就是说。很多时候失眠呢，是因为关于失眠的焦虑，是你的这个焦虑。有很多观念，你觉得我怎么睡不了8小时？我怎么睡不够8小时？我有很多焦虑。但我不管它，我想头一天晚上我一会儿醒过来就醒过来看书又困了，我就又睡过去。哎，到第二天呢，我就发现这个心魔呀，它好像在调戏你。你不理它呀。你反倒睡着了。哎，咱们聊聊睡眠这个问题怎么样？因为什么呢？不光是说人上了岁数睡不着，我现在发现呢，人类进入一种大失眠时代。现在有研究表明，人类进入一种大失眠时代，就是过去《百年孤独》的那个作者叫什么来着？马尔克斯曾经在小说里面写过，就说失眠是一种时疫病。当时他们那个时代的瘟疫，时疫病。你记得他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马康多后来大家都睡不着。马康多那个村里，所有人都失眠了，所有人都睡不着了。他不是写到这么一个情节吗？今天有这个睡眠组织的这个调查表明，我这个有点出乎意外，就是说能够完整的睡7、8个小时，就一觉睡到天亮的这个年轻人呢，好像是1成都不到。全世界范围？在中国这个范围调查了上万人，就是年轻人呢，就是说很少有说睡到自然醒，一觉大天亮，一下子8、9个小时，这样的人在年轻人当中都是少数。可是问题是，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啊，我们这种对于睡眠的观念啊，有一个执着的地方是错的。那个执着是什么？就所谓8小时。对，要睡足8小时，而且是必须一觉完整的睡。因为你仔细的去看，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都没有这么睡法的。就大部分的动物是怎么睡呢？你养猫养狗你就知道，它这时候睡一会，隔一会醒一醒，醒一会它再睡一会，再醒一醒。我们人类以前也是这么睡的，特别在农业时代之前，当我们是游猎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祖宗是怎么睡觉呢？它是因为后来你今天在澳大利亚，在南美洲部分游牧的或者游猎的部族身上，你看到他们身体其实很好，他们也很健康，他们绝少睡到8小时，而且他们绝少完整睡下去。他们大部分情况是怎么睡呢？是打猎，这个犀牛还没来啊，太累了，先睡会吧，哥们，我们先睡了，你等着啊，睡1个小时，犀牛来了，起来啪啪啪打完了回去。不回去吃饱了再睡个2、3个小时，那边有老虎来了，赶紧走，然后安全了吧？好，再睡2小时，都是这么间歇性的睡。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都不长呀。哦不，现在就发现这么一种睡法，其实他们身体精力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为什么呢？主要是睡眠素质。就是所谓深度睡眠。对。你们的睡眠状况怎么样？不，你这个话题找他说是特别对，他那个节目啊，那个读书节目就被称为一个失眠者在大街上抑郁。这是夸人的，这是夸人的骂人的，夸人。而且效果就是跟我的节目一样，大家都说睡不着，一看就睡着了。对，没错，对。那跟海上花一样。我最近这个睡眠有点那个不太一样，我有一个产后抑郁症还没好。不，我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这个时间表。我是什么呢？我现在晚上8点半差不多就睡了，因为我哄小孩睡觉嘛。然后我现在就发现，因为什么呢？我以前是一般等他们睡着以后，我自己干点什么事儿。但我发现那个时间其实是垃圾时间，其实你精力已经不太好了，就在网上就乱看啊什么的。我干脆我8点半睡了，我早上3点半起床了。那个时间都是我的哇，那个时间就是不会有人给你打电话，不会有人给你发短信，不会有任何事情，我电脑都不开的。然后就完全是把电子东西除了电灯以外，那些我都不用。就你看书也好，你干嘛也好，就很心安的。但就一出差又不行了。后来我最近看一本书，一个日本人写的，他是一个乳癌的一个医生什么的，他的
我看他那本书的原因，一般我很少买这种励志书啊，但他的第一句话我就吸引我，他说我叫谁谁谁是这个日本什么什么的医生，我9点睡觉3点起床，我想这不就是我吗？然后他说呢，你不能太早起床，因为0点到3点钟是你的肝脏要去休息。中医也是这么讲。3点以后，他说那个时间就一直不睡的。哎，你不行，所以那个你3、4点钟，然后呢，到你早上，你想你8、9点钟大家都醒来之间，这段时间都是你的。啊，对。徐老师呢？徐老师都在看球赛。对呀，这个欧冠都是2点45分的，我呢跟他正好反一反。就我是3点多钟睡的。基本上是3点多钟睡的。那要是没有特别的事呢，我可以睡到9点10点这样。要是有事就没办法，但是不会连续睡。中间就会起来，人家我发微博啊，我们的小朋友们的粉丝们就会说，你还没睡啊？你这是没睡呢，还是已经睡醒了？就这样。你不会起来去看评论吧？我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忘了谁，那个梁锡华吧，就我们原来的岭南的一个院长，写过一篇散文，就个叫不跟时人争夺。他的意思就是说，香港这么贵。这个地方这么贵，所以呢，他们就躲在新界啊，不到你中环去，这是一种，我不跟你最贵的人、最贵的这个地方争夺。第二，时间我也不跟你们争，你们从早上8、9点到下午5、6点或者9、10点，你们这么喧嚣的这个时间，我让开，我用半夜的时间，半夜的时间做功课是最好的。所以我也是这样，我不跟你们争，我用欧洲时间。其实呢，我觉得都挺羡慕你们仨的。你们不管怎么说，好像你们仨都还睡得着，要睡就睡得着。这种无耻啊，断断续续，这种在我看来，断断续续，这是无耻的。我是睡不醒，从来不会睡不着。对，你们就是心理健康嘛。你们不知道，就是睡不着。我呀，跟睡眠已经挣扎了这个很多年了，但是呢，我现在达到了一种境界，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试过很多办法，当然，最初级的就是数多少只羊啊，我数1万只我也睡不着。然后呢，我还不知道。后来医生就说，喝一杯红酒嘛，喝一杯。后来不是喝1瓶了吗？最后我就崩溃了吧。我就跟你们说过吧，就是说，你问题这个我觉得是个不归路，你知道吗？你今天喝1杯睡着了，明天就得喝2杯，很快变成上酒瘾。我长达去年1年的时间，为什么已经到达影响工作了？就是说，我一天晚上喝1瓶。每次是昏睡过去的，就强行把自己纳入这个。对了，这种睡眠素质是很差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给戒了。戒了之后呢，我今年我认为啊，我找到了方向。找到了这个方向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呢，现代社会为什么失眠问题很严重呢？因为要上班。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之所以你觉得失眠，是因为你早上8点多你起来上班，很多人是这个吗？我只要第2天早上有课，晚上就睡不好了。对，假如你不生活，你工作不规律，不是自由上班者，到最后你有什么睡着睡不着的？对，反正你不能一直睁着眼吧。现在对于睡眠有一个定义，真的像，所以文道有知识，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专业的睡眠问题的定义是什么？什么人类一定要睡8个小时，这都是不科学的。就是说，所谓睡眠症，你的失眠症，你达到失眠病态的失眠叫什么呢？叫你因为睡眠不足而感到痛苦，而直接影响到了你第2天的工作和生活。你认为它影响到了你，破坏到了你第2天的工作和生活，这个是诊断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呀，睡眠这件事儿呢，它是法无定法的。对，说拿破仑睡4个小时，您不管睡多少小时，您不管什么时候睡，只要你觉得你能正常工作，你第2天你清醒，就是说，很多时候失眠呢，是因为关于失眠的焦虑。是你的这个焦虑，有很多观念，你觉得我怎么睡不了8小时？我怎么睡不够8小时？我有很多焦虑。但我不管它，我想头一天晚上我一会儿醒过来就醒过来看书又困了，我就又睡过去。到第2天呢，我就发现这个心魔呀，它好像在调戏你。你不理它呀，你反倒睡着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跟你说一个可能让你更忧郁的。
你知道有一个那个是《赫芬顿邮报》的那个女创始人嘛？就是她不是去年她就那个辞职了嘛？对，她就是改去，就她后来去辞职，她写了本书叫《睡眠革命》，她现在不做那个记者了，她就是改做人的就大保健一类的东西。那个马云还去投资了，他写了一本这个《睡眠革命》，他就是说大部分人都有睡眠剥夺症，就是我们的睡眠被剥夺，他觉得4个小时还是不太够的。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他有一天他跟一个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在吃饭，就很年轻的一个人，那个人夸口说，你看我前天晚上才睡了4个小时，我今天精力那么好。他说我心里在想说，如果你睡5个小时，我们这顿晚餐会更有趣一些。他就觉得说你还是没睡好。他诊断那个特朗普，他说特朗普就是典型的睡眠剥夺症，因为特朗普说他自己就睡3、4个小时嘛，就狂躁。他说他那个典型的睡眠被剥夺症。然后呢，所以他提了个口号，他就说：“我是今年我就老觉得我易怒，我以为是你看你就是更年期了嘛，你去看看那你是向就是没睡好 Trump 方向发展，对，你就是没睡好。主持人嘛，主持人从政嘛。”他就说，这个很多的大学里面的这个年轻人，他觉得你们就是睡得少，说你们不要考虑毕业的时候能够找一份什么工作，你先把觉睡好，这个是最重要。他建议那个幼儿园要推迟去开课啊，就说不要早上8点钟就让大家去上学。然后他提个口号嘛，他就说，就有一次他跟一帮就是成功女性，他说你们又经商，然后又当妈，你们都是睡眠被剥夺。他说我要提口号，他说叫是 sleep your way to top， 就说他就说叫一路睡上去，这话是有歧义的，你知道吗？他说跟女的说你要一路睡上去，他说但我是说的字面含义，真的叫睡，说的是真的睡，但是你真的要一路跟人睡上去。他说对你睡好了一定能上去。因为我也是一个长期不会睡到6小时的人，通常4、5个小时，而且几十年都这样。你去梦游嘛，对不对？在街上梦游嘛。时间呢？就睡4、5个钟头吧，我大概跟你差不多，因为我也听过刚才易军讲这种讲法，我有一些朋友就讲，晚上9点多之前就要睡，然后第2天早上3点来钟就醒来，然后他们形容你们这种人形容的那个生活啊是十分玫瑰色的，我早上起来天刚亮。然后我那个朋友说，我天天在跑步机上一边看新闻，一边看日出然后跑半小时运动很好了，洗个澡回来工作。世人皆醉我独醒。对，然后大家都还没起来干活，他还要写专栏的。对啊。我已经我6点钟就把一天上午的专栏写完了。然后9点钟大家还没上班之前，我公司的事儿用那3小时精力很好的时候解决了。接下来这天干啥好呢？就回去跟同事吃早餐了，怎么样？就这样，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我试过一段想这样的，我发现不行，我搞到怎么样，我还是像你说这个情况，而且我是适应不了时差那种，不是，就时差对我没影响，我就算今天忽然飞到北美洲。那照理讲该倒过来对吧？12小时，我到了那之后还是做那里的3点之内。对，后来呢，我终于发现一本书可以让我们释然。我找到一本书，它就解释，没办法，这是一种生理这种生理时钟是基因选择的，就夜猫子这回事儿是天然。我跟文道是同志，对，我们是同志，这是没办法的。我最甜美的睡眠就是那种倒时差的那种睡眠，你知道，就是比如说飞到那个伦敦呐，一般到下午4点多我就困了，然后勉强熬到吃晚饭，你知道那种就是完全我们面对着文道。就在交谈，哪怕是谈很重要的事情，他都能看见我。对，直接赶快回去，一觉，那叫睡10几个小时。但你这个太悲哀了，你想想看，你不是喝酒睡觉，就是要倒时差睡觉，你这个简直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的。所以你知道吧？你有什么才能，我都不佩服你。你们刚才说的都有个假定，就是想睡的时候能睡得着。对啊，在我心里，这种人都是非圣即仙。你一般人都行。我们做记者的，你知道我坐车马上能睡，在那马上能睡。这种我跟你说，心理极其健康。我跟你说，比如谁心理健康？曾志伟心理健康。上次有一回，曾志伟和成龙来到我们那儿做节目，我就听成龙说曾志伟说曾志伟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大陆的这个水灾，他是演艺人协会那个主席，发动那个香港演艺人说咱们这次演艺人叫捐款咱们曾志伟做主席台就是召集会议，说大家出主意
义军你先说，他义军说，曾志伟就这样，频频点头。他文道说，频频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不说话了，他这睡着了，睡着了。曾志伟，这是心理健康啊。我们这边以前有个教授，就开会的时候就这样嘣嘣，什么都清楚啊。你后来问什么决议啊、谁啊、提名啊，他马上全知道了。但是他就边睡，声音全发出来了。哦，我知道了，那是一种病，那是一种那种叫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这样，你长期觉得他在打瞌睡，其实他不是，他其实是有点睡着了，那叫什么病？我现在想不起来。我们反正觉得他是睡着了，但是他重要的事情全不漏。不过听你们这样讲了哈，我发现哈，我人生的有几个重要的选择啊，都是由睡觉决定的。我现在突然想起，我以前没想这个问题。这意思是该不该跟这个人睡？不是，他也是一路睡上来的。不是跟谁睡的。他没说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也不是在上面在下面的。我们全人类都是睡觉决定的，这个没有错。对，那您说。一个就是我当初立志将来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马丁伊登嘛，就是那个杰克伦敦的小说嘛。他里边这个人小说里边说，他写小说的时候一天睡3个小时。是。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励志的时候。逼着睡3小时，对，一天就睡3个小时。我觉得这样才能做成一个天才，当然没坚持多久就不行了。第二，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有几个选择：文汇报做记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做编辑。那个丁景堂社长请我去，将来要编小说界。第3个就留在大学做助教。我选第3个，原因很简单，可以睡懒觉。真的就是这么决定的。梁宇春有篇散文叫《春朝一刻值千金》，它不是春宵，它叫春朝，就早上春早啊，春朝一刻值千金，他就是宣扬睡懒觉的好处。他说他最享受的就是醒了不起来，然后就是你脑子里随便乱想。他说这是艺术的生活方式。他说本来你一天做的事情啊是很机械的。因为你睡了懒觉以后，你下午就很赶，那事情就变得有意义了。他说你早早的做完了，像你们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很早做完了。他说那多无聊的哈。他说那这样就是就非常专门有篇散文。所以你讲的这个其实是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今天更大多数的年轻人，他们的问题是闹钟也唤不醒一颗沉睡的心，是吧？闹钟也唤不醒我沉睡的心。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因为睡前看这个电子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时候会有特别大的这这个干扰，完全有影响，中毒的。这种蓝屏，这现在已经有确实的研究，就说临睡前看这个东西啊，是睡不好，是影响手机，不是直接影响你这个褪黑素，直接刺激你褪黑素的这个。什么叫褪黑素？褪黑素是一种专门让你睡觉的，就你没吃过那个药吗？控制你生物的时钟。我吃过这个药。时差就是靠这个。我有一次啊，我就是因为在上夜班嘛，我吃了1颗。他们说有2种，一个分量大，一个分量小。我选了分量小的，可能我拿错了怎么着？我睡了13个小时。哇！那天晚上本来我上夜班的同事，所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完全没有听见。我醒来，我的手机上无数个接电话，但那一觉就是我睡的这辈子最香的13个小时。你想，那个褪黑素啊，我跟你说，对我根本都没用。